好，今天又到了这个美食深度报道的时间。哦，我们的主题呢，这些食物竟然会被禁 ，Why？ 为什么？酪梨。专家表示，近年来由于人们对其健康益处的认识不断提高，酪梨在世界各地受欢迎的程度飙升。但是英国一些餐厅禁止在菜单中加入酪梨，这个想法正逐渐扩散到欧洲许多餐厅。原因是酪梨的大流行，需求高涨，导致南美洲的大量原始雨林被移平，改种酪梨，而且种酪梨需要大量的灌溉水，也相对也对当地的水资源产生很大的压力。亚马逊雨林以平均每2秒一个足球场的速度在消失，2秒酪梨被认为是帮凶之一哦。被禁的原因是爱护地球、保护自然。2秒足球场2秒一个足球场，就消失了好几10个足球场，每天都一直在消失。你确定吗？这报道是真的吗？这个是那个联合国的。我想应该啦。如果说大家愿意要把这个酪梨的这个产能要继续维持下去，应该会想出一些方法出来。只是目前因为大家开始对这个环境的这个认知会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大家开始你知道知识水准拉高，所以就做了很多的很多在乎的事情，或者是不管对你自己或者对大自然。但我觉得这应该会想办法，或者是他会规定不能有过量，对不对？不能种植过量。这就代表什么？以后酪梨可能就很贵了。但不用担心，在台湾，我们种植酪梨的品种大概高达将近快30种。对台湾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，但也没有那么多人在种酪梨。我去了几个酪梨农，也不过那几个而已。台湾不会不见，好不好？下一个，卡苏马塞 cheese 意大利半岛西南方萨丁尼亚岛位于地中海区域，是仅次于西西里岛的第2大岛。当地有一种传统的 cheese， 称为卡苏马苏，意思就是腐烂的乳酪。大部分是以绵羊的羊奶做的原料，与一般的羊奶 cheese 不一样。卡苏马苏乳酪在发酵会刻意放置在外面，让一种叫做落蝇的苍蝇有机会在上面产卵，而随着孵化成幼虫，幼虫生长时便会将乳酪作为食物来源。乳酪的乳脂成分也会随着消化作用渐渐分解，促使乳酪质地软化，并产生独特的风味。哎呦，这个我好像没有吃过耶，还是我们有吃过？切里面有虫，由于大多数食用的时候幼虫还在里面，哎呦，就是很危险的。胃酸不会杀死幼虫，幼虫最终会进入肠道攻击器官。尽管它有根源，但这道又臭又危险的菜在欧盟和美国都是被禁止的。被禁的是吃下苍蝇的幼虫的风险，这当然要被禁吧。可是它传统吃了几千年，你要怎么说？要这吃了几千年，但是因为以前网络不发达，搞不好死了很多人，你不知道。可能以前人本来寿命就没那么长，类似吧。而且以前人可能他死因不明啊。但我觉得啦，这被禁是被禁啦，可是我绝对相信这个萨尼丁亚岛的人，他一定还是有在吃，因为是他们的传统食物。可能是禁止贩售的。有没有可能是禁止贩售了？对啊。我有人觉得是蛮惊悚，虫越多越补。有可能吧。也是蛋白质的一对，种。蛋白质啊。对呀，但这个我不敢吃。真的啊。我不敢吃。你不想找那个没有虫的地方挖一挖？那搞不好有卵呢。对，最主要就是怕卵啊。对呀，我觉得应该说，其实，在以前在物资不是那么充沛的情况之下，有很多的食物当然被留下来。但现在的医学，它可能去研究之后发现，这是对人体其实是有害的。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啦。东西那么多，也不见得一定要吃。如果要吃，你真的要注意安全。但是被禁也是应该吧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个。番茄酱。多年来，番茄酱一直是许多食品争议的焦点，像是番茄酱到底有没有番茄，还有番茄酱的颜色，有一说是来自昆虫。法国曾禁止小学生的营养午餐里出现番茄酱，因为番茄酱被认为会损害法国孩童对食物的敏锐度。我突然想到下雨桥了，这在一个以美食文化的国家里是不能被接受的。而在英国，英超热刺队的总教练禁止
禁止在球队的餐厅提供番茄酱、美乃滋还有素食。总监说，成绩不好的球员不能享受美食，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是番茄酱跟美乃滋跟素食是美食，就这。对运动员来说，对啊，还有在以色列规定番茄酱必须贴上番茄调味料的标签，因为它不含足够的番茄来称为番茄酱。被禁的原因，这讲很好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道理。哦，番茄酱被禁有点难吧？对不对？不是广泛的，就是某些区域或者是某些没有，应该说，番茄酱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，对很多年轻人来说，它是一个一定要加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薯条沾番茄酱啦，什么要番茄一定要有。可是说真的，有时候人都有这个成长的时候，但在还没有味觉还没开发的时候，人往往会依赖一些东西。好比说，我早期我最记得我刚才在学厨，也不用学厨啦，就自己在家里面开始乱煮的时候，我煮了5、6道菜出来，味道都差不多，因为我都加酱油。就像我有一个同学，他说他炒饭很好吃，我说是哦，你炒炒看。他一炒，他加酱油，他说炒饭就一定要酱油，所以他已经过度依赖酱油。但不是说酱油不好，但是你一旦依赖之后，你就会变得很多时候你是没有机会去品尝不同的味道。好比说你薯条，我吃过最好吃的薯条，我那时候刚去加拿大的时候，他用薯条沾那个 gravy sauce 啊，就是牛肉汁啊，哇，那个是我惊为天人，我的妈啊！然后从那次开始，奇怪，我其实吃薯条我不太蘸番茄酱，我哪怕吃麦克鸡块，我也不太蘸他们的酱，因为我觉得它本来的味道就很好。那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是一定要番茄酱，好比你吃不吃番茄酱？你不吃？哎呦，奇怪，啊？以为他吃的。我一定以为他吃的啊，那小屁孩不是都会吃？对啊，不然你都吃什么 ？BB 酱还是 Tabasco？ 没有，好像也没有爱酱。没有。真的哦。你吃鸡块会沾？会，因为它沾泰式的酱。哦，我以为你会沾 Oreo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种酱汁的依赖啊，好比说你川菜好了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打球，然后认识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舞台剧的演员。那我们那时候因为是打球，他开车，我坐在旁边。那后来他知道我的身份是厨师，他就很有感而发的跟我说，再过几年，大陆可能8大菜系都不见了，全部变川菜了，因为川菜的辣已经涵盖到所有的这个大陆的各个角落，包括台湾也一样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对辣的需求，它只会往上，它不会往下。没说除非你身体不好，不然你一定吃辣是越吃越辣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另外一个文化也是很可怕的，就是火锅文化。对，火锅，严格说起来，火锅是一个用餐的形式，但你要说美食吗？它把所有的料理的这个技法跟你去学的这个程度降低了。你火锅基本上就是汤头好，选料好，对不对？是有这个，但是你肉有烹调吗？其实肉没有烹调，只是自己去算而已啊。所以火锅不是说不好，它但是就一般普罗大众来说是方便的。那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你去想象说台湾全部都开火锅店，那你为什么需要厨师？你不需要啊，你需要的是一个备料的人，你不需要厨师，你没有办法去钻研一些味道出来，就好比现在的番茄酱一样。你没有办法去，你如果很多事情只依赖番茄酱，好，你可以要番茄酱没有错，你自己做啊。但是我所知道，现在如果说你在路上找10个人出来说你会做番茄酱，没有几个人会做啊。那本来就是应该番茄呈现出来的番茄酱。那你如果说你喜欢，你可以自己试着做做看，只是花时间熬而已，其实也没什么。而且它的番茄酱还有一个比较可怕的地方，它的钠含量很高哦，它里面的盐巴的程度很高，所以它才做一个酱。你如果自己熬出来的番茄，其实它的钠没有办法那么高，你还是要自己补味道进去。不是说不好啦，我觉得任何东西它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。但倍镜的地方，每个人的道理，你也可以倍镜，也可以不倍镜，对不对？那但是我们自己在吃的时候，我前一阵遇到一个算是一个大哥，我们打球的时候，他在跟我聊，他很有趣，他大概比我长个应该有个5、6岁应该有吧，我想应该有。那他说他没有结婚。然后他都外食，那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吃法。我说什么样的吃法？好比他喜欢吃臭豆腐，他1个月只吃1次，他都叫外卖。我说为什么？他那如果那个东西有问题的话，你一直吃不对身体不好。
那你如果说你分批的吃，你可以代谢啊，所以他不吃重复的东西。我说那你很辛苦，他说对啊，我很难叫东西，对啊，可是他有他的思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思维。任何东西不是只有吃，比如说你固定只吃一样东西，你的别的东西你是吃不到的，你没有办法补充这个营养。另外一个是你品尝不了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好吃的食物，所以不要单一去做这件事情。那也不是只有这样，有人有讲过啊，比如说洗头发、洗发精，对不对？肥皂或是牙膏都不要固定用一个品牌，你要换着用。哦，这当然有它的道理在。哦，不见得一定会被禁啦，但是他这样，你说他十恶不赦吗？我知道有很多像我们有时候我在我们母狮流这边，我们在跟人家分享我们的食物的时候，我放了番茄酱下去，也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，那如果不放番茄酱怎么办？因为他就不喜欢小孩子吃番茄酱，那不是没有道理。那当然斟酌啦，喜欢的也不要过度去吃，那不喜欢的也不要说一直排斥它，好像对不对？什么邪恶食物什么，偶尔品尝一下无所谓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些食物竟然被禁，榴莲，它应该是餐厅被禁吧？这种独特的水果在饭店被禁，东南亚深受喜爱，人们经常食用它。尽管它的气味令人难以置信，这种气味被描述于各种各样的气味，就是垃圾场的味道，对不对？这种就有人称为腐烂的洋葱，又有人说是运动后的袜子味，又有人说是下水道的污水味，甚至是腐烂的肉。最重要是它的味道挥之不去。2018年，澳洲一所大学因为空气中有刺鼻的水果气味，被误认为是瓦斯泄漏，并对学生进行了疏散。目前，新加坡等国家一些公共场合和公共交通工具法律上是禁止携带榴莲。对，没有错，它的禁榴是单纯味道害众。我那时候去新加坡的时候，然后我的经纪人太太很喜欢吃榴莲，我就然后他吃不完，他说他要这个带回饭店吃。我跟他讲说，这不能带哦，而且连上车不能上车。他不相信我后来一上车，这个司机讲说他要带榴莲，司机说我们不在了。他来吓了一跳，就下来把它吃完再上去。哦，有时候说真的，就也不是只有榴莲而已啊。你有坐过计程车吧？就计程一上去，那个味道很受不了。因为气味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会有香水？为什么有人讨厌臭味？因为这个味道，而且你没有有的臭味是让人家闻的会觉得很好闻的，对不对？但榴莲它的味道，有人就真的很喜欢哦。有人是真的，我以前我没办法接受，我现在慢慢可以接受。但是它的问题不是出在它的味道，而是它的味道是久久不散。你知道以前多夸张？我岳母啊，她很喜欢吃榴莲，她是印尼华侨，她下午在1、2点来我们家，带着榴莲来我们家吃。我晚上9点到家，门一打开，我说今天妈有来哦。我一闻到进去，隔了这么久咯，她也不是说榴莲怎么丢在我们家垃圾桶，没有哦。吃完她知道我不喜欢榴莲味道，她包走哦。我进到回家还闻得到哦。所以它是这个味道被禁，那至于这个味道好不好，见仁见智吧，好不好？好像没有特别规定，因为台湾很少人会带榴莲啊，也很少人吃榴莲啊，不多啊。而且台湾的榴莲，说真的，我是听说啦，对，就台湾榴莲其实没有真的那么厉害。有的那个榴莲，你知道越臭，人家说越香。我觉得上一趟我去了新加坡，因为去工作，也特地跑去吃榴莲，2颗榴莲台币6000，哇！对啊，吓死人的贵。当然还有那个3组啦，2袋3组，可是6000很贵啊。可是秒杀我们去那边有人在排队哦，那些排队人不是要去买哦，去吃，不是，他是订了，订都还要排队哦。那你说我没有订，我去买没有，卖完了。对，然后那个人在杀榴莲也是很厉害，这样对啊。那一次让我改观，我觉得榴莲还是蛮好吃的。那当然，你如果有机会去新马一带，不要带上交通工具啊，你会被人家赶下去。健达出奇蛋，那小朋友应该哭吧？这种巧克力里面包装玩具的零食，风情全世界，是许多小孩啦最幸福的时光。这个来自意大利的品牌，却在欧洲跟美国被政府明令禁止，而且被禁止了将近50年。是哦，被禁的原因，巧克力里面包玩具的做法很容易导致儿童误食，把玩具不小心吞下去。但禁止归禁止啊，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啊，每年查获走私健达出奇蛋超过6万个。健达出奇蛋有什么好走私？又不是没有很多利润，这是被查获的哦，没被查获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到了2017年，健达出奇蛋全球解禁，因为他们的包装，他们改了包装变成这样，原因是恐儿童误食，会变成这样。
淡的样子，但不会务实。你记得以前是怎样？我根本没有吃过。你没有吃过？他以前是用那种铝箔纸包起来一颗蛋。好，你看他现在哦，巧克力玩具归玩具。对。就不会吃下去。哦，他把巧克力放掉吃玩具。谁会？你不能你不打他吗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他搞这样搞了50年，终于愿意改了。终于愿意改。他发现他这样不行。哦，这个是玩具。可是这样就没有那个乐趣，对不对？以前是放在那个圆圆的蛋里面嘛。对。我看过人家这个，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就没有那个乐趣？而且也不漂亮啊，对不对？最还是不要改比较，但不要改会被禁。对啊。你人生的第一口健达出鸡蛋。还不错哎。因为我很奇怪，我不喜欢在餐盘上面放一些不能吃的东西。对啊。对，有些人比如说会放叶子啊，对不对？果雕啊，它不是不好啦，因为漂亮。但我个人啊，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餐盘上面就是应该我都可以吃的。还有我们最近看那个，但他又比我更要求了。那个黑白大叔里面那个，对安晨仔，他就有讲啊，他不懂为什么要放花，他花又没有味道，他对这个食物这道菜没有帮助啊。这是一个新的省思。那但是我知道在欧洲我曾经去吃过几间餐厅，他们的花是有味道的，他们吃的时候是要跟这个花做结合的。但如果是甚至有的会把花调味，那这个是成立的，我觉得。那但见仁见智啊。哦，你要雕花雕刻雕得很漂亮，我觉得也很棒啊，对不对？那一端上来看起来很磅礴啊，这每个人都不一样啊。没了，啊，这进的也不多了哦。但说真的，这些被禁的都是让人家吓一跳的啦。除了那个 cheese 啊，有虫的那个就是尴尬，对不对？你说番茄酱、榴莲这个会真的会让人家吓一跳。健达酥鸡蛋这个也是，换了包装，而且妙，50年后才换。你看那个50年，他少赚多少钱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他也担心啦，对吧？因为他可能换了包装之后，那个乐趣就没了。对，我有看过小孩子吃啦，那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健达出鸡蛋，对我们小时候没有，我有看到小孩子吃，但还好，他应该说，他如果那个健达出鸡蛋里面，他的玩具有用那个塑胶袋包起来，有用2个盒子，圆圆的盒子。那这样怎么会误食？像底片盒类。对，那怎么会误食？他可能就以为那整颗蛋都是巧克力。咬下去。我倒觉得这比较惊悚。你看这什么脚跟身体，这个会吓一跳，小孩就会吓到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芭比娃娃呢。对啊，哦，这样就好一点啊。这个这样子站起来，这站起来要干嘛？啊，这个要干嘛？是什么？芭比的包包啊。哦，勾在前面，是不是？对，勾在前面。搞到变这个芭比娃还是个厨师嘞。对啊。真的哎。对啊。它是一个，而且它的 slogan 是 You can be anything. You can be anything, like be a chef. It's not good. 还是不会拼，对不对？还是那不是要拼上去？有的他一定要拼上去，他肯定是要拼上去。在研究中跟大家说再见。我等我研究完再说。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不够长。好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好嘞，讲。我觉得好像可以用手机拍，然后上面有个 app， 然后可以录成影片，就是有互动的那种。小孩子都会啊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对不对？我煮东西给你吃好不好？这边有鱼哦。类似像这样吧。你刚刚想要变米老鼠？会吗？很像吗？我觉得比较像曾志伟。哦，它是垫在下面的，是吧？结果你拼错了。不晓得，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，但没关系啦。它最主要是小孩子嘛，好玩嘛，对不对？慢慢玩。对啦，这样子啦，这样子的。那个伸展开。那它然后这个可以拉起来这样。对啊，下面这边有鱼，我煎鱼给你吃好不好？我人生的第一颗健达酥鸡蛋，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个厨师啊，居然是个女厨师的。是有缘分。嗯。她就是属于女的。走开。